这个叫做苹果，尝尝看，合不合你胃口？这可比你们在地板上舔的那些面包和牛奶要珍贵多了。味道怎么样？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还有啊！你这么吃，倒也别有一番风味。学得还挺快。美食只有掌握了技巧的人，才能品尝到它真正的滋味。会首大人，谢谢您对我的奖赏。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我们那儿除了虫饼，什么都没有。那你现在还吃得下虫饼吗？吃不下也得吃，当臣民还是上位，这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有没有想过，你决定不了的事情，对光影之主而言，也许只是举手之劳。你们去了那么久，才带回来这么点吃的呀？知足吧，就这，好多臣民孩子都吃不上。为了这么点物资，我俩差点把命都搭上了。下面有这么危险吗？看来还是灯塔上幸福啊！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吗？永远都有饼干和棒棒糖吃。你个傻小子，干嘛打我？你知道你告诉我呀。就知道弹我脑门。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去地面自由的生活，那才叫幸福呢。这个简单，等我当了猎荒者老大，就把那些怪物全打跑。那时候，咱们就能和喜欢的人在地面生活了。嘿嘿。傻小子毛都没长全，你有喜欢的人吗？有啊，我当然有了。我喜欢做凉粉的苏珊。你喜欢大妈？口味不轻啊。对呀，你不知道那凉粉拉的可得劲儿了。那还喜欢谁呢？艾伦教官。啊？难道你也喜欢？你们想什么？我这就叫做不公彼此，相亲相爱。睡觉。要开枪，得先关保险。带我去上面医疗区。
你得了什么病？非得去上民医疗局？我要把我的心脏换给一个上民。你就是那个陈敏。快带我去！他已经没有时间了。这件事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帮不了你。马克队长，我看到了你救了陈明孩子，你和其他上民不一样，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就算你去了，他们也不会把一个陈敏的心脏换给上敏的。即使只有一线希望，我也要试试。不可能的，你的要求灯塔上没人能做到。趁没人发现你，赶紧走吧。我试试怎么知道？你疯了吗？你这样死也是白死。马克队长，你有喜欢的人对吧？你像以前的人，不守着冰冷的法子活着，你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救爱的人，就像你救冉冰副官一样，我也可以。我和他是一起从天崩地裂的灾难里幸存下来的。我们在废墟中被困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躺在他怀里。那时我以为我快死了，他跟我说一定要挺住，只要有你在，即使世界毁灭我也不在乎。但没有了你，对我来说才是真的末日。马克队长，他在等我救他。坚持住！他在等我。我带你去医疗室。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吗？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去地面自由的生活。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更不可能再回到地面生活了。你有喜欢的人吗？这就是我要服从的命令。我希望我完成它。
马克队长，他在等我，他在等我。把他的心脏换给那个圣民。马克队长，这样做是违反灯塔律法的。一样的话不要让我说第二遍。马克队长，晨曦大厅正在执行任务。让开，我不想跟你们动手。队长，擅闯晨曦大厅可是重罪。翻译任务是3大法则之首，你想违背吗？别害怕，这是光影之主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为了灯塔的存续，我们必须将优秀的基因传承下去。光映众生，众生随影，光敌无魂，影蔽无体。基因选择了我们，就一定是正确的。等你生出优质的孩子，就会感谢光影之主的安排。光映众生，众生随影。光敌无魂，影蔽无体。这是灯塔的生存法则。你如果不肯执行任务，我也会跟着受罚。你以为今天你走得出去吗？以道之欲，乐而不淫，临残疾苦，不弃光明。
实现话，以后不要再说了。我会和谁在一起？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我想过。我现在才明白，红口宁死也要守护的东西是什么。这么闲吗？世界兽打光了吗？地面安全了，不用守护灯塔了。你说的没错，除了世界兽，我害怕一切。而我最害怕的是像失去红口一样失去你。世界兽是还没杀光，地面依旧不安全，但那里比灯塔更广阔，更自由。冉冰，你愿意和我恢复旧世界的家庭关系吗？和我离开灯塔们，去地面组成自己的家庭。只要有你在，即使世界毁灭，我也不在乎。但没有了你，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末日。冉冰，从现在起，我只守护你一个人。你不会再受伤，也不必再忍耐。无论地面有多么艰险，我都会为你建造一个家。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噬极兽，我都会挡在你的身前。不管未来还剩多少时间，我都想在这操蛋的末日中和你共度余生。你愿意吗？不愿意。
不愿意什么事情都是你挡在前面。我要和你一起建造我们的家，遇到危险的时候，我要挡在你身前。少了我，你成吗？马克队长，冉冰副官，麻烦二位跟我们走一趟吧。马克队长，我们为什么会来这儿，你很清楚，就别让我们为难了。带我去见城主。放心吧，等我回来。城防军把冉冰副官先带下去。维克多将军，马克队长不过就是做了些小小的蠢事，罚点奉献点就完了。你弄出这么大阵仗，难道真想惩戒他不成？马克帮臣民换心脏，破坏繁育任务，这都是妨碍基因优化的重罪。按律法说，这些确实都是重罪。可马克队长不是普通上尉，他是为灯塔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猎荒者指挥官，还是即将继位的城主。难道他的事不应该特事特办吗？那他更应该以身作则。照你这么说，那就是要处死马克队长了。将军，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处死了马克队长，你下去采集物资，或者你来当下一任城主。你为什么？为了活着，真正的活着。你以为是什么让你活到了今天？是灯塔教会你如何战斗和生存。无论你愿不愿意，你都是灯塔的一部分。克里为灯塔冒死带回物资，受伤了却得不到医治。艾隆老师操劳一生，老了却被放逐。那些臣民搬运工干着最繁重的活，吃着最廉价的食物。司令68立了功，却还要遭到毒打。还有1225，连放弃自己的生命拯救爱人都被视为罪行。所以，作为灯塔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这样活着的。这样活着，我们和冰冷的尸体又有什么区别？你知道灯塔每分钟要消耗多少能源吗？你知道战损后会有人口补给，但你知道培养一名猎荒者需要消耗多少资源吗？你只看到灯塔放弃你那些受伤的战友，
道救治一名重伤的猎荒者会让多少臣民连虫饼都吃不上？你觉得灯塔是把老人赶去了地面，可你不知道，喂养没有贡献能力的人会饿死多少刚出生的婴儿。灯塔可以不控制繁育，等人口超出承载上限，那时你来决定抛弃哪些人吗？如果我们能回到地面，也许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放下你那不切实际的念头，我们早就不是地面的主宰了。在世纪兽面前，人类根本就无处可藏，他们比你想象的更加危险。可那个女人就站在世纪兽的肩上，如果她有办法活下去，我们也能。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不该放弃。她根本就不算人类。什么？经不起任何多余的消耗了，现在除了活着，别的都是奢望。城主，他到底是谁？城主，带他下去。城主，我恳求你，让我和冉冰远行吧。马克，你疯了吗？你还记得红空的下场吗？我只记得姐姐想要和她爱的人回到地面好好生活。灯塔才是人类最后的家园，回到地面就是送死。对我来说，这里更像是坟墓。城主，你会害死所有人。城主，城主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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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主怎么样了？他的急救药已经用完了，并且被生命公式判定为无医疗价值。最近的采集点在哪儿？目前已知的医疗采集点在60公里外的 T69地区，可那里是生态密集区。按照律法，灯塔不能拿整个猎荒者冒险去救一个人，就算城主也不例外。准备好我的重力体，我去取药。你们回来了。我们这才出任务几天呢，你小子就上房揭瓦了？小老大，不够意思，干仗也不知会上，是嫌弃我们老胳膊老腿了？他敢！第一次拿枪还是我教他的呢。甭跟他废话，走，出发。走。等等，这次太危险了，不能让你们几个老家伙和我一起冒险。得了吧，咱老哥几个什么没见过？可不是，就是。马克，我们已经没了他，不能再失去你了。战士们，我知道你们都是来帮我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这次战斗意味着什么。这是猎荒者有史以来最凶险的一次任务，我们将在夜间行军，还要进入生态密集区，很有可能一去不回。但现在城主生命垂危，他能否醒来，全看我们是否能够及时带回药品。我们愿意为您出生入死，可生命公式已经判定摩根城主不值得再浪费任何医疗资源。马克队长，我们干嘛为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冒险？是啊，抛弃无用者，这还是他自己定的法则呢。是啊，这就是他不能违抗生命公式。没错，生命公式是城主定的。他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无论对错，至少我们现在还活着。没有他，就不会有灯塔的今天。在我看来，今天要救的不是城主，而是一个为灯塔耗尽毕生心血的可怜的老人。我们扪心自问，有谁比他被灯塔操劳的更多？这就是他不能违抗生命公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在灯塔上，他却要被大家抛弃。你们觉得生命公式这么判定合理吗？这就是他不能违抗生命公式。不合理！我们猎荒者是离死亡最近的人，如果受了重伤，又付不起奉献点，就会被抛弃。你们愿意自己的生死被一个冰冷的公式决定吗？不愿意，不愿意！我们这么做是违反了灯塔的法则，违反法则是为了救城主。你们想想，如果城主醒来，他该怎么判定生命公式，又该怎么判定三大法则？因为他自己就是灯塔上第一个违反法则的人。说得对，说得对。这座浮空城不应该是苟活的庇护所，而是承载我们希望的载具。所以这次任务不是为了救别人，而是为了救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上没有哪条法则能从一出生就否定我们。没错，无论是上民还是臣民，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虽然我没有完全搞懂队长在说什么，但是我好激动啊！猎荒者，出发！都给我精神点儿！这次老娘可是把压箱底儿的装备都拿出来了。要是马克这次真的带回了药品，那样的话，老东西很可能会力排众议把位置传给他。如果带不回来的话，只怕猎荒者会狗急跳墙。你觉得我会坐视不理吗？更何况，生态区那么凶险，他回得来吗？
车组人员请确认：舱门已封闭，电子系统正常，冷却装置运行正常，引擎压力已达设定阈值，弹射起步准备。各车准备。5、4、3、2、1，出发！嘿嘿。滑轨固定阀解锁，您就位。车内气压稳定，平衡系统就绪，启动地形监控，开始校准。石峰，石峰！石峰，赶紧打开推进器！副队长，太他妈刺激了！哎，0009，马克队长临走前的那番话，大伙可都议论着呢。说等他做上城主啊，以后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那可不，说不定我这老寒腿呀，也能有漂亮护士给揉揉呢。那我要去晨曦大厅见识见识。你这小子还挺有出息。9033要死了！什么？这孩子快不行了，我这里根本治不了他，你们赶紧想别的办法。我们几个臣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9033，这是上次马克队长给的饼干，我不跟你抢了，这些都给你。这里治不了，那我就带他去上面医疗区。
别说是上民医疗区了，就是上民生活区，咱们都进不去啊！要是硬闯，肯定得吃枪子儿。马克，前4号频道，跟你说点正事。完成任务之后，你还是打算离开灯塔吗？我答应过冉丁，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去。拉倒吧！先不说你们俩在地面能撑几天，能不能离开灯塔都两说。现在摩根年迈，万一救回来也没法痊愈的话，查尔斯必定有所行动。灯塔实权一旦落到光影会手上，你和冉冰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灯塔。现在要活着，你只能当城主。上面哥几个已经安排好了，只要拿到药，保住摩根的命，就能稳住维克多的城防军。那时对付那些不经打的女教士，我们绰绰有余。你本来就是摩根城主钦定的接班人，就算他醒过来，也不会怪你的。屁股先坐上去，后面什么都好说。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保证冉冰的安全。想想你姐，也许干这事，我们晚了整整15年。要是红口现在还活着，你觉得他会怎么做？我知道了。好嘞，就这么定了。谢谢你们。哟，小老大还跟咱客气上了。行，那咱今天就大干一场。队长，蛇口到处都是。各车炮台就位。开火！布克，注意后面！后面的交给我们。开火！救命！救命！When awake, I see the light and dark have changed. Days and days, people whisper and pray. Wild vision touch your dream. Those memories will fade away. Don't be sad, glimmers still remain. There's a chance you are gonna touch the soul. Days and moons searching for a land of hope. Sufferings will be painless. All miseries will never come. Don't be afraid, everything's the same.
See the light and dark have changed.